现在我跑沈阳来了，这个地方是沈阳，具体的位置呢是沈阳的西塔。西塔这个叫护国延寿寺，调整一下，这样照着好。这个满人呢，在入关之前呢，他本来信的是喇嘛教，但是后来他跟蒙古联姻之后呢，他就开始跟着蒙古信藏传佛教。所以说，在皇太极的时代呢，在沈阳城的周围啊，修了很多藏传佛教的建筑，比方说皇寺。然后皇太极呢，按照佛教坛城的那个布局，在沈阳城的四面修了4座塔，就是西塔、南塔、北塔跟东塔。但它并不只是修4座塔，每座塔呢还有一个庙啊。比方说西塔就叫护国延寿寺。现在这4个塔呢还都留着，因为它都是专购的，都是这种藏传佛教的喇嘛塔，所以说塔还留着。要是寺的话，好像只有北塔那个寺还是原来的，余下东塔、南塔和西塔这个庙都是后来建的了。你就如果看地图的话是这样的，沈阳城的平面呢，沈阳有内外2座城，内城是方的，外城是圆的。然后在这个外城的4面又修了4座塔，所以说它整体的布局就是藏传佛教里那个坛城的结构。所以说沈阳城的城市布局在中国历代的都城里是非常特殊的，它几乎不怎么受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城市格局的影响，它相反呢要受这个藏传佛教的影响。这些都是清代初年，就是它没有入关之前修的。这东西南北4座塔，还有它这个庙，还有那个皇寺，都是他入关之前修的，而且都是那种喇嘛庙，都不是这种汉传的庙宇。这个殿应该都是新修的了，原来那个殿已经都没了。现在好像只有北塔这个庙是原来的那个庙，余下这另外3个塔的庙都不是了。应该说东西南北4塔我都见过，我都见过。西塔这次已经是第3次来了，已经是第3次来了。它里头就是这么一个状况。它虽然是藏传佛教的庙宇，但是在沈阳修的这个庙呢，它的这个建筑还是汉式的啊，它这个建筑还是汉式的，只有它那个塔是藏传的那种喇嘛塔，就这么一个状态。然后它这个殿呢，都是那种硬山顶的殿，不是那种歇山顶的，规模反正也不算小，这规模修的已经不算特别小。
我每年冬天快过年的时候，或者过年以后，我都喜欢上沈阳转一圈。为啥呢？我住那地方城市太小了，上这地方开开眼呢。这是我每年的一个习惯。每年冬天，因为大冬天了嘛，你去的地方你去的太远的话，有点不方便啊。离我最近的一个大城市可能就是沈阳了，是吧？所以上来沈阳看看啊。哎呀，现在这沈阳也不是我第一次来那个状况了。第一次来，我记着我是夏天来的，刚高考完来的。那个时候沈阳站前真是热闹，真是热闹。因为那个时候，沈阳就是城区就2个站，一个南站，一个北站嘛。哎，不对，应该是一个南站，一个北站。对，那个时候沈阳老车站就叫沈阳南站啊，还没有现在那个高铁沈阳南站呢，就是浑南那个沈阳南站还没修呢。你说那个时候反而比较热闹，现在，现在就不太，可能也是冬天的缘故。反正我刚才从站前那地方过的时候，要站前那一片还行啊，一往里边去，我感觉也有点萧条。可能现在老城区都是这个状态吧。哎呀，有活力的人都往新城区去了，这是啥东西？不太清楚，不太清楚。它这个喇嘛塔的结构要比汉传佛教的塔简单很多哈，就是底下一个大须弥座，然后中间是火焰，两边是狮子，然后上面是个大包，然后大包上面是象轮，还有塔刹，就没了。它这个塔的结构要比汉传佛教的简单很多。今天可能去不了北塔了，北塔离这比较远。但是北塔的规模还是挺大的，北塔那个庙的规模特别大，塔是一样的。行了，我就录到这儿了。下边准备上北市场那边那个石圣寺看看去。石圣寺俗称皇庙啊，是皇太极进关之前在沈阳修的一个皇家的庙宇啊，清朝皇家庙宇啊。这段就录到这儿了，咱们下段再见吧。